三位兄弟，前右金吾卫中郎将卢林峰，这厢有礼，不知为何来这里下此毒手呢？跟你没关系，还请卢将军莫管闲事。这个我非管不可，就算他苏无名要死，也要由我亲手解决。你让还是不让？不让。不要追了！樱桃，卢林峰以1敌3，以胜券在握，你跟着捣什么乱啊？卢林峰，多日不见，一向可好啊？哎，你怎么也来石阳了？咋的？被贬了？贬到哪儿去了？什么官职啊？樱桃姑娘，一向可好？好，只是卢将军，你也来石阳了？独孤侠书？是我呀！我现在石阳当县令。哎呀！刺客收走！苏明，苏先生，咱们来试试啊！医生，医生，樱桃姐姐，风雨之夜，道阻且长，车躯上的绳索断了，奈何？眼前的石阳，可有姓袁、姓宇文或姓独孤之人？石阳仵作，复姓独孤，正可寻他。苏先生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他是在做噩梦，人在弥留之际啊，大体都是这个样子。这刺客真是可恶啊！下毒下得太狠了吧！我再稍微挽救他一点，他就没命了。独孤县令，哎呀，你也中暗器了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还好，就擦破了点皮。那也不行啊！你快去给他把血挤出来，挤到鲜红为止。哎，快去！济世公已经给义兄和樱桃姐姐都疗了伤，说要是能挺过明天中午，人应该就能活。你去睡会儿吧。你不用管我，去陪樱桃。好一个陆通，号称正人君子，却干出这样的事儿。不许你这么说，大将军。
是你说的，那3个刺客绝不是江湖中人，他们的弩箭和刀是朝廷禁军所有。我们离开长安之际，陆童亲口说要杀了义兄，刺客不是他派来的，又是谁？与我交手那3人是禁军无疑，但那歹毒的暗器，绝非他们所用。难道还有2波刺客？没错，我大唐将士光明磊落，尤其是金吾卫，绝不会用毒箭。2波刺客，究竟什么人要杀义兄啊？这弓械啊，着实轻了。我在厨房找了半天才找起东西。来，我给你做了1碗薄托，趁热吃。薄托？南州并无此吃食啊。青红，你不是应该做馄饨吗？你又叫错人家的名字，我叫春条。你没有痣，你就是青红。反正我是你的娘子，你愿意叫我什么都行。来，我喂你。她就是我娘子，她就是我的青红。青红，青红，娘子别怕，是我。昨日我哭你也哭，我还当你是个好心肠，没想到你是个人面兽心。娘子为何骂我呀？你疯了吧你？大清早的到我们家来。你说错了，是独孤回家了。哎，你刚刚不是还给我做了碗薄托？好香啊！我放哪儿了？你喊什么呀？是不是进贼了？没有娘，我做梦了。是我儿给你托梦了，他还想着你呢。我儿着实仁义，仵作之家，夜不闭户，也无贼敢来。只是昨天有小贼春山，竟白日行窃，让县令当场擒获。我忘了告诉你了。哦，知道了，娘。县令？谁啊？是你啊。我当了县令，那都是梦里的事，我不敢相信呢。娘子，真是疯了！你赶紧走，跳窗走。这要是被我老娘看见，我说都说不清了。啊！跳窗？
读书人不会啊，这都不会，跟我学。去哪儿？是被我儿在梦里吓到了。别怕，还早，回去睡觉。是。娘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天凉了，我找了些粗大的劈柴，又寻了些被子，把你这个屋的窗户给钉死。如此冬天到了，就会很暖和。你赶紧走，要不你自己跟我老娘解释去。哎，春条，娘问你一句，我儿不在了，你没想过改嫁？你不说话，就是想改嫁了。不是娘，我是说，会遵循礼制，可以改嫁的时候再离开这个家。为什么想改嫁？娘对你不好？哎，不是，哎，娘，你快来，家里进贼了！是县令，我是县令。他没把你怎么样吧？没有。你走吧，我儿心死，你到他娘子的卧房被别人知道了不好。兄长，独孤阳，别怪他，你看他，人来了，魂儿却不在。这是石阳，这是兄长独孤阳的家。对，你是大嫂，你叫春条。我都干了些什么？我都干了些什么？不是酒死了，死的难受了。哎，你醒了？好点没有？没声音。我又做梦。哎呀，你那可不是简单的做梦，你是梦游去了。梦游啊！哎，都怪我早没有发现你受伤了。那刺客用的毒药，那可以致幻的。不过现在好了。我又给你灌药了，应该不会再梦游了。多亏独孤五座的娘子，是她把你背回来的。谁？独孤五座的娘子啊？那个喜君也见了，他说跟你亡妻青红长得可像了。就是像。太像了。
卢将军，听说你要走啊？出去说话。一早我就将石阳县城排查了一遍，并没有发现刺客的藏身之所。我们在明处，他们在暗处，只能发个告示了。是让全城的百姓告发可疑之人吧？我这就去起草。等等，就说神秘刺客夜袭石阳，至长安来的苏某等2人，殒命，请石阳县百姓提供线索，协助攻陷，缉拿刺客。殒命？可苏先生他为他活命，唯有此策。卢将军的意思是，那刺客就是冲着苏先生来的。石阳是古县，民风当淳朴，且安居乐业吧。若不是他苏无名来找你新上任的县令蹭吃蹭喝，怎么会找来此货？等醒来让他赶紧走，别再连累石阳百姓。我也先行告辞。哎，卢将军何出此言呢？苏先生只是路过，现本县发生离奇命案，外加县委之位一时空缺，我这个县令新官上任，初入仕途，什么都不懂，他这才留下来教我查案子的。忙活了一天了，连口像样的饭都没吃上，何谈蹭吃蹭喝啊？离奇命案，如今可告破？没有。昨夜遇袭之时，苏先生正带着我勘察命案现场呢。小小石阳，能有什么离奇命案？你记得？苏无名所言可有遗漏之处？应该没有，苏先生讲的我都记下来了。卢将军，你这……牛大明、董浩古、春山口供均有可疑之处，怎可草草了事？苏先生是说过，他们中有人说了谎。如何不查？春山县衙何处？带我去。哎，罗凌风，不是说要走吗？怎么又要看人犯了？我要走，是不想见苏无名；不走，是石阳县还有命案未破。独孤县令是南州故人，总不能看着他为难吧？哎，他上赶着给你破案，你不会嫌他多管闲事吧？卢将军这是在帮我。那太好了，我也正好想着多住几天，总得看着苏无名和樱桃活过来吧。只是我现在肚子咕咕叫啊！你这么大一个县令，能不能找人给我弄2只鸡来呀？独孤招待不周，多多包涵。哎，是你啊！难怪就这名字耳熟啊，原来是一身正气、半身傲骨的仁兄啊！怎么到了这里啊？他们抓错人了。哦，你是京师来的上官，你跟他们说，让他们把我放了。搜身之时，只搜出了赌具，没有10两的银亭。没有啊。春山兄啊，在青川镇，那银亭
不会是你偷的吧？不是啊。那你为何不敢带在身上？藏于何处？没藏，我就是去了趟赌坊，输了。我这手气，我这辈子怕是都转不了运了。我本以为你是富家子弟，到了石阳我才知道，你不务正业，游手好闲。那尹挺，在京师为官之人，身上都不一定有。银体到底哪儿来的？还不如实招来！我姐夫给我的。给？是你夜半潜入明七殿，偷了银体，被独孤阳发现，穷凶极恶之下，你杀了他吧？我没有。此人狡黠，昨日就该上刑。来人，是。大刑伺候，至招供为止。是。别！我没杀独孤阳，是独孤阳杀了人。信口雌黄，我是要给你上大刑的。没，不敢，我这回全说，真的。天天弄这些玩意儿，吓死老子了。你一见到钱，就又犯了毒瘾。也不全是。我听见后院有动静，怕被人撞见，说我是贼，就只好先去赌坊碰碰运气。当时一直在打雷，我离开明七殿没多会儿，就下雨了。下注啊！快定离手！起开！下注了！起开！起开！你怎么又来了？有钱没有？这不废话！还用我的赌具？你输光了钱以后，可是又回了明七殿？是，我打算劝独孤阳卖了那个印，分我钱。无耻之徒！你是打算分了钱再去赌坊？那是什么时分？大概谁呀？夫人。那么大的雨，独孤阳竟然还有客人。我就只好再等会儿，可越等越觉得不对劲。你这个不错，给我听着，想让我不杀你，两条：一，不许再做这些带机关暗器的泥俑；二，画一张杀人泥俑的机关图，明晚我来取。凭什么？这是我养家糊口的手艺，你没有权利不让我这么干。还想要机关图？你是盗墓贼吧？你不怕我报官抓你？嘴呀！老子今天就宰了你！我姐夫，你我合力把他擒了，送到公谢，能换1000钱。新县令定的规矩，找死！姐夫，救我！
了是不是也能换1000钱？算了，有谁能证明他是唐不贼？姐夫，人可是你杀的，不是我呀！我的意思是，现在咋办啊？这件事不能告诉任何人。啊？那我可管不住我的嘴啊！除非姐夫给我点钱，让我远走高飞。你敲诈我！我可是为了救你的性命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就这一个姐，嫁给你了，我现在穷得活不下去啊！姐夫，我听说你有个宝印，要不你把它给我吧？混账！你干嘛？你这还想杀我啊？宝印呢？根本就没有什么宝印。拿着10两银子，离开石阳县，永远不要再回来。那还有吗？贪得无厌，不得好死。其实10两银子也不少，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钱。可到了青川镇，我看姓郭的拿一个假宝印都能骗那么多宝贝，那真宝印一定能换回金山银海。我再仔细一想，真宝印一定就在杜姑阳手里，不然董浩古不会求我。杜姑阳有宝印，却让我姐过苦日子，我这个内地也没占到什么便宜。如今10两银子就想让我包庇他杀人，那我肯定不干，我就回了石阳。没想到他已经死了。被杀之人尸体在何处？我不知道，独孤阳让我别管。死者头颅完整，无中毒症状，双眼突出，舌溢出，双手微握，鼻内出血，颈部有大片的淤青和抓痕，疑似生前与人厮打，被掐中喉咙所致。谢谢。娘，别慌别慌，大家来帮忙，架到屋里去。娘，快，走。二郎，我的弟弟，我的弟弟，二郎。死者身份确认为盗墓贼鲁二，刚刚验尸所得也和春山所说对上。温克。二郎啊！二郎，二郎，我的弟弟，二郎。除颈部并无明显外伤，是被掐死的。先把尸体抬回公廨吧。你，马老板，待会儿我可要去你店里买菇饼加羊肉了，我小儿子最爱吃了。好，快吃就好。二位吃好了啊，吃好了，再来啊。好，谢谢。二位慢走。老板，您回来了。
把所有伙计都叫出来。等等，还有各家分店的掌柜、伙计，全都叫来。好的。屋里有人养伤，你不要怕啊。哎，你醒了，哎，我来。慢点儿。细菌，还真是你。我迷迷糊糊的，好像看到你和费吉时了，还以为我是去奈何路上的梦境呢。他呢？我记得他也中了暗器，活着还是死了？好着呢，就是还没有醒来。最好死了。怎么了？你是饿了吗？他让你为他阿父和阿兄伸冤，你知道他想说什么？这点本事没有，还怎么行走江湖？太好了，小姑娘，我知道你阿兄已经死了，但他的尸体为什么会在泥涌里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讲给这个姐姐听。胡饼夹羊肉，我们老板请客，送给石阳父老品尝。来，都有，别急，来，别急啊，来，你的。这胡饼还真挺好吃，多少钱？不要钱。马怀啊，让伙计满街送人，还说连送3天。嘿嘿，哎，县令，您尝尝。这胡饼卖不出去吗？没有啊，自从马怀回石阳开胡饼店，那真是生意兴旺啊。哎，那死者娄青台曾怀疑其父娄礼德就是吃了这胡饼被毒死的。哎呀，马怀他不会。陆凌风，这2张是我根据死者娄青台之妹的描述草草勾勒的，你看看，对探破案情是否有用？哎呦，裴小姐，那青鸟是个哑巴，你居然能猜到他说些什么，还画了画，神人也啊！那是，裴小姐确是神人。当初在南州之时，何人击打邓文国？马怀，你为何击鼓啊？这鼓可是为有冤之人准备的。我杀了人，杀了娄青台，我认罪。那天晚上，我是去给独孤阳送粘土的，刚把所有的土搬到院子里，娄青台就来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是来找独孤阳算账的？对，他不在。那我就找你算账。我说过，你爹是喜欢吃我店里的胡饼，但他的死跟我没关系。没关系？那你为何再给独孤阳钱，还是银挺？你现在又在干什么？你这么有钱的一个老板，为何帮独孤阳干活？分明是你们串通一气，他帮你隐瞒了毒害我爹的罪行。我没毒死你爹，也不许你诬陷独孤仵作。我爹，娄青台，
你不能诬陷我，可不能诬陷独孤仵作。哎呀！回到家，我岳爷又好怕，怕娄青台把这个仇也记在独孤仵作的身上，趁他饮酒之际归来报复，所以我就又回去了。没想到娄青台已经死了，失手杀了人，我懊悔不已，但也来不及。我害怕被人发现，就把尸体藏于泥俑之内。我怕被人撞见，就丢下画了一半的泥俑跑了。我马怀是杀人凶手，没什么好抵赖的。杀人偿命我也认，只可惜娄礼德已死，我不能和我爹娘被同一个刽子手砍头了。大胆马怀，娄礼德可是你毒死的？当然不是，我的虎饼夹肉用的是新鲜羊肉，调料丰富，味道鲜美，但没有毒。那你为何要行贿独孤阳？何谈行贿？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谁画的？画的还真有几分像。这么说你承认了？不认，不认。有证人，娄礼德织女青鸟亲眼所见。你若欺负他是哑巴，拒不招供，本县令是会动大刑的。我承认给过独孤仵作银挺，但那并非行贿。我不允许你们玷污我恩师的清白。恩师？莫非你在向他学习制作防盗墓贼的泥俑？这些与我杀人无关，我不想说。你第一次离开明气殿后院之时，可见到娄青台咽气？没有。他的眼睛是否凸起？舌头又如何？这我记不清了。双手呢？好像是捏着自己的脖子，试图顺过气来。陆大之敌，青鸟，暗雄，苏先生刚刚所说的青鸟阿兄，那便是娄青台啊。陆大之敌，那便是鲁二啊。虽在梦中，却能说出2具尸体的名字，神呐，神呐！可惜尚在昏迷，无法验尸。我想他没有10日8日醒不过来，应立即请临县仵作前来协助验尸。怎么还要请仵作？3具尸体不是均已验过吗？曹慧是个称职的仵作，却因发了病，验尸并没有完成。更何况，按照现在的口供及验尸所得，鲁二为独孤阳所杀，娄青台为马怀所杀。可是杀害独孤阳的凶手，却没有任何线索。关于杀害独孤阳的凶手，我心里倒是有3个嫌疑人。哦，说说看。首先是春山，最值得怀疑。
宝印呢？根本就没有什么宝印。拿着10两银子离开石阳县，永远不要再回来。独孤阳，你怀揣宝印，却让我姐跟你过苦日子。这么多年我没说过啥，如今你拿块银条，就想让我包庇你行凶，你以为我是要饭的？无耻之徒，还不如一个骑者。快滚，快滚！独孤阳，把宝印给我，我自己找。但结果，春山并没有在明西殿找到独孤信多面印，便逃出石阳，在青川镇参与斗宝赌博，遇到了卢将军，后又潜回，试图在独孤阳家里盗得宝印。你的分析不无道理啊，可春山杀人的口供呢？证据呢？这现在没有，但对付如此无耻之徒，恐怕只能上刑了。接着说。第二个值得怀疑的，就是董浩谷。我没有报官，是怕反被怀疑。未得的宝印，董浩谷先是勾引有妇之妇，又试图利用春山这种小人。这种人的话，能信吗？我想，那天晚上应该是这样的。此宝印，乃我家祖传之物。还望害我，莫要委屈了他。好说好说。独孤阳，你还真以为我跟你做买卖吗？我爱宝印，我更爱银子。董浩谷得了宝印，却没有立刻逃出石阳。一是怕露马脚，二是想得到春条，好像也有些道理。张口就是，他董浩谷的话句句为实，但此等奸商怎能轻信？你还怀疑谁？牛大明，更夫钟伯亲眼看到子时末他仓皇逃出了明气殿，之所以慌慌张张，是因为他刚刚杀了独孤阳。谁呀？牛大明，你又来干什么？我娘子的事情与你无关。你娘子就与我有关了。我日日想夜夜梦的春条，就是我的啦。为了春条，牛大明已经魔怔了。我现在倒是觉得应该先审牛大明，他比春山的嫌疑还大，更何况还有证人。你所言确有道理。可牛大明不肯招供。哎呀，他在宫县多年，狡猾得很。要不是想让他如实招供，只能上大刑。独孤侠说啊，前不久的长安，魔王托庇血雨腥风，时间紧迫，探案无门，也有一番先后落网。可我与苏无名从未对一人用刑。就是怕屈打成招，酿成错案。独孤惭愧，多谢卢将军教诲。那我们现在是？陆凌风，按青鸟所述刚画的。独孤县令，你之前所判有失公道。哪里错了？愿闻其详。董浩谷所购墓中之物，罪行等同盗墓，可只打了20大板就给放了。那牛大明虽当街提刀，却只是杀人未遂。况且当差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，怎可关进死牢呢？那依卢将军之见，放了，毕竟是攻陷老人嘛。你善待手下，别人看见了，才会愿意为你效劳嘛。这恐怕不可吧？有何不可？噔个里个噔个里个，噔个噔。
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还请老子去过堂啊？不是过堂，是让你回家。老周，你耍弄我？你爱走不走？干嘛呀？何人害老子？我只要宝贝，不要命。留下你身上的宝孔，可以滚了。哪儿来的流寇？敢劫我？我看你是活腻了。好汉，交个朋友，这些金银一人一半，如何？想得美！有个独孤什么的，什么印？要是有那件宝贝，我倒是可以饶你一命。独孤信，多面印。对，这个我没有。死到临头还不老实，看来我只能割下你的脑袋了。不，我真没有。英雄，饶命！这些都给你。我就要那宝印。那宝印害了好几条命了，可直到现在没有人见过，根本就是独孤阳信口胡说骗他娘子的，世上压根就没有此物。可惜我在宫谢多年也被骗了，还差点掉了脑袋。幸好书呆子县令糊涂把我放了，我这不赶紧逃命吗？我是书呆子县令是糊涂，弄不明白。你在宫谢当差，哪来的这么多金银珠宝？牛大明，独孤相书何在？苏先生，你醒了？老周，那牛大明很是狡诈，可先将其放了，又其暴露。已经放了。刚得到的消息，牛大明试图潜逃，县令又带着人去抓了。何人之策？卢将军。我想起来了，陆凌风也来了石阳。卢将军还在冥器殿里的泥俑里搜出了2具尸体，分别是盗墓贼鲁二和娄青台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可验了尸，验了，可审了一番。审了，快将所记拿来我看。好。县令，卢将军，苏先生醒了，太好了。他说什么了没有？他说让你把牛大明放了，有其露出破绽。哎呀，卢将军，你看，苏先生又跟你想到一起了。他还要去了卷宗和验尸记录，现在正叫人抬着去宫谢停尸之所。何人有急登文过？老人家，别唱了！本县令在此，您为何不在家好生休养啊？我好了，这老酒鬼竟是个神医，给我扎了几针，我现在浑身上下都是力气。身为仵作，验尸岂能半途而废啊？尸首在哪儿？叫我继续。快点啊！女仵作都说了，那掐脖子的伤不足以致命，赶紧安排他继续验尸吧。
大唐云仵作曹慧验尸，鬼神必知。你在做什么？验尸。你是仵作？不是。尔非仵作，何谈验尸？老人家，他是……把我带出去，别妨碍仵作验尸。你看醒了吧？义兄，义兄，不苦，为兄度过此劫，至少能再多活10年。费老技师，多谢你又救了我一命。要谢就谢卢凌风吧，要不是他，那刺客就把你的脑袋取走了，那我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那就请义妹代劳吧。卢凌风他好像不愿意理我。义兄，他对你有误会，你这么做肯定有难言之隐，你应该说出来。哎，有什么好说的？不说也罢。老费，告诉独孤县令，待曹慧验尸结束之后，我想再验一次。谢君，你上街上帮我买样东西。好。哎，义兄，樱桃也醒了，要不要带你去看看他？你还是先帮我去买东西吧。啊，禀县令，死者虽无明显的外伤，但并不意味没有致命的内伤。半个时辰后，请将尸体置于太阳下，曹慧继续验尸。义兄，买回来了。好，独孤县令，既然仵作还没回来，可否让苏某先试试？苏先生想怎么试啊？取水来，浇在尸身上。费技师，帮个忙，用此红伞遮挡住太阳光，仔细观察每个部位。好嘞。你们看，阿飞，把伞拿开。躺上。非利器、钝器所造成的伤痕，不明显，也不容易被看到。由此消隐的伤痕可推断，此处肋骨受重压而断裂。哎呀，厉害呀！倘若是时间太久，尸体已经腐烂了，只剩骨骸，那又当如何呢？可用蒸骨法。别吹了，
你这番话难以服众。那就只能剖开胸膛，直观其肋骨。剖尸？若死者家属不准呢？那家人不准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大唐女仵作曹慧验尸，闲杂人等退后。点火！烤白梅饼。春条，跟我学。磨蹭什么？娘，我怕死人。仵作之气，何惧死人？哎呀，就不要难为他了，我来。老酒鬼，让开！我家3代仵作，也是从无差池。如今在石阳公廨之内，在县令和诸位的注视之下，你就算替我儿帮帮娘。是。禀县令，这几处肋骨已断，乃重物所致。此人是被闷压而死。白眉饼验尸，我曾听恩师狄公提起过，没想到今日能亲眼得见。多谢老人家。此法是将尸体内伤呈现于表面，手法高明。卢凌风，钦佩不已。诸位见笑。尸验毕，曹慧告退。哎，等一等！本县令携石阳公廨一众，谢过老人家。谢过老人家。徐县丞，验尸之资，双倍奉上。好。钱我不要，我只求新任县令尽快破案，拿住杀害我儿的凶手。曹慧，我静候佳音。娘，娘，老人家留步。独孤县令，案情已基本明了，不如将疑犯提至公堂，当着众人的面审断此案。公堂之上，本县令询问，尔等要想好了再说，因为你们所说的一切都会被记录在案。满怀，你的胡饼做得很好吃。多谢。你称独孤阳为你的恩师，现在他的母亲、娘子均在，可否说一说你拜师的经过？我说过，这与本案无关。杀人者死罪，可能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，不妨说给我们听听。我也是个举子，但多年未中，心灰意冷，远走西域，在西周待了10年，
做壶饼生意，赚了些钱。1年前，我回到石阳，却赶上爹娘相继被行刑。老李德，我操，我弄死你！我确实说过那样的话，但那时也是气话。我离家没多久，爹娘就去做了盗墓贼。他们死的不冤，我留在石阳开了壶饼店。与普通的壶饼不同，我卖的壶饼是加新鲜羊肉的。我多开分店，除了给掌柜的，还给那些伙计们分所得红利，就是希望他们有了正业，不去动盗墓的歪心思。给父母下葬之际，我去了灵渡冥器殿，惊讶地发现，那里防盗墓的泥友做得精妙绝伦。我想学这门手艺，学会了，我要去教会更多人，并在各州县都开一个冥器店。这倒是个独门生意，但独孤阳所售泥友卖得很便宜，你想借此发财，要涨价多少倍？在商言商，价当然要涨，但我更想做的是叫天下再无盗墓之行径。可独孤阳嫌我是盗墓贼的儿子，拒绝了我。我不在乎，常上门求他，每个月自己花钱买一车做泥俑专用的粘土给他送去，以表学艺的决心。终于，2个月前，他答应了我。你真的答应了？我想通了，凭我自己的手艺换些钱，还能让春条过上好日子，那也值了。师傅，你给独孤阳多少钱？说好，总共给10两的银挺9块，每月付3块，共学3个月。现已付6块，是有文书的。6块银挺，我怎么未曾见过？我有一次也问过师傅，师娘收到银挺可高兴？还没给他。你出师之际正是春条生日，到时一并给他，想必他会高兴的。我听说师娘常去找人喝茶饮酒，师傅，无聊之人的闲话我不想听，你也不可学说。我自己的娘子，我自己心里有数，她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。春条，大堂之上哭哭啼啼，成何体统？是。马怀，你拜独孤阳为师，别人可知道？他叫我保密，我也不想张扬此事。如此说来，青鸟那日所见，你给独孤阳送的银挺，是拜师的费用。对，就在前几天，我学满了2个月。现在想来，那天正是恩师给楼里德验尸之日。楼里德，刽子手，我给他验过尸。尸体无外伤，也无中毒的痕迹，应该死于急症，无嘴歪眼斜、手脚屈曲之态，故并非风疾。我看他神态痛苦，应是胸闷压榨、闷痛致死。此症也称心绞之症，多发于饱食后好气力之时。他正是食用了太多的夹着羊肉的壶饼，吃完后就在院子里举石锁练臂力。这就对了，儿啊，你验尸没错。有娘赴宴，真好。儿
儿当了一辈子的仵作，从没出过一次错。儿子这也算没有辜负娘亲传的技艺。儿啊，你怎么了？小小年纪，说什么一辈子呀？娘，我最大的福分，便是能做娘的儿子。你不后悔做仵作了？仵作贫寒，且卑一贱，当仵作之职，事关死亡真相、人间正义，总得有人。正是此番情景。你去冥器殿行窃，走的也是后院吧？什么行窃？什么后院？你说什么呢？书例记载的很清楚，前次受审你说，昨夜我当值，亥时2刻离开宫廨，到冥器殿最多亥时3刻。我说几句话就走了。对啊。可我问了那日与你一起当值的兄弟，是，那天是牛七长，不，牛大明是他当值。县令可真随和，请一个仵作喝酒。要下雨了，今天应该没什么事了。你盯着点，我困得紧，赶快就睡会儿。是。你根本不是去睡觉，而是趁独孤阳不在去了冥器殿。胡说！你有什么证据？你的鞋很新呢，旧的换在家里，还没来得及洗吧？这是从你家里找到的，若不是雨夜去了冥器殿后院，这鞋上如何会沾有那么多做泥俑专用的粘土？我没有，我为什么要去冥器殿？为了独孤信多面印。我请你时，你说那宝印害了好几条命了，可直到现在没有人见过，应该根本就是独孤阳信口胡说骗的娘子的，世上压根就没有此物。没想到我在宫廨多年，竟也被骗了。你应是跟踪春条时被独孤阳骗的吧？东浩不算什么东西，他整个珍宝阁加起来都不值我的印。穷仵作竟有这等宝贝，就算我去了，我也没杀人。我之前有说过你杀人吗？你被抓入狱时，根本没有发现楼青台的尸体，而我刚才故意说楼青台已死，你却毫无意外。你才是杀害楼青台的真凶。牛大明，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根据青鸟所述画的。牛大明，那日青鸟冒雨前去找阿修，却发现你从后院出来，吓得他连忙跑回了家，这才错过了找阿修的机会。他诬陷我，用刑！独孤县令，别再犹豫了，不用大刑，此贼不会招供。姓徐的，你也落井下石。徐县丞所言极是。具体用什么刑，苏某倒可以给你出出主意。还不从实招来！
潜入明岐殿后，到处翻找，都没有找到那印。忽然听到窗外有动静，谁？牛先生，你来偷东西啊？楼青台，我可以替你保守秘密，但是你要就是公道。他毒死我爹的马环，前世所杀的独孤羊，都抓起来砍头。你做的事，我就不会说出去。只有死人才不会说出去。罗凌风，厉害呀！现如今你可比在南州的时候强多了。嘿嘿，苏明，你这个代师传艺传得不错嘛。公堂之上，不要说与本案无关之事。哎，卢将军，还请你代为梳理。那天雨夜，临渡明岐殿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也好，我就献丑了。那夜，独孤羊负县令之约前来攻县喝酒，春山趁机潜入了明岐殿。春山找到了些铜钱，却被后院发生的动静给吓跑了。那正是马怀来送粘土，春山逃了，后院里。马怀与楼青台发生了冲突，不能诬陷独孤仵作。此时下起了雨，马怀离开，而后牛大明潜入，却碰到了楼青台，痛下杀手。马怀却担心楼青台会对独孤羊不利，再返回时，发现了楼青台的尸体，以为是自己杀了人，慌乱间用泥俑藏尸。接下来，是独孤羊回到了明岐殿，遭遇了盗墓贼鲁二。何人？故人。我不认识你，可我认识你，都是跟死人打交道的。这难道不能说是故人？你是盗墓贼！之后，你又回到了明岐殿。独孤羊为了救你性命，杀了鲁二。那也是他杀的，不是我。而后你与鲁二厮打中丢失了赌具，却因此暴露了行踪。我知你家境原本不错，是赌博害得你穷困潦倒。若不是独孤羊接济，你早就饿死了吧？不知感恩，还试图敲诈，你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！你可不要激动啊，坐下，坐下，听他慢慢说。他现在在分析案情，说的不一定就是真的哈，不一定是真的。娘，罗凌风，你接着说。而后，独孤羊拿银瓶给春山，让他离开石阳，继而用泥俑藏尸。这时，你又来到了明岐殿，因是后悔没有更好的处理好楼青台的尸体，试图试探独孤羊是否已经发现。这么晚了还不回去啊？不怕娘子陪别人睡觉去？哎呀！
好吧，又让你说中了。牛大明走后，便是你，董老板来谈生意。我是亥时3刻从家走的，到冥器店最多半刻钟。独孤阳答应把独孤信多面印卖给我，我欣喜若狂地回家去拿银子，再回来的时候，人就死了。哎，我董浩古的话句句为实。牛大明，你第3次潜入冥器店杀害独孤阳，到底是为了春条，还是为了那枚印？我没有。事已至此，又有证人更夫钟伯，你还想抵赖？钟伯就是胡说八道。我是又回了一次冥器店，我也想过要杀了独孤阳，可当时独孤阳根本不在，楼青台的尸体也不见了踪影。信口胡说，那里纸人纸马颇多。即便如你所说，独孤阳当时不在店里，又怎么可能不熄灭灯火？这我哪知道啊！你欲得宝印，更贪图春条美色，杀了独孤阳后，将凶器放到倪勇手中。石阳县本无县尉，但有命案，皆交于你手。你本想用倪勇杀人的说法将此案蒙混过去，可惜啊，新到任的独孤县令亲自探案，又有远道而来的故友帮忙，你未能得逞。杀一个掉脑袋，杀2个也是掉脑袋，我为何抵赖？独孤县令、徐县丞，卢某只能梳理到这儿。牛大明是否招供，只能看贵县的手段了。身为公谢之人，牛大明，你贪财好色，一夜之间连取2命。来人，拖出去，给我打，打到皮开肉绽，打到他招供为止。是。等一等。独孤县令，何不把钟伯请来，让他与这个牛大明当场对证？若书吏所记无误，前次钟伯已当庭指认了牛大明，你不会是之前受伤伤到了脑子忘了吗？忘倒是没忘，但此事关系重大，还是把人请来当场对证更稳妥些。独孤县令，带证人钟伯。钟伯，就是他，就是他害的独孤仵作。钟伯。牛大明已经招供，杀人者偿命。你的仇报了。真的？主播，您和牛大明有仇？我没有。他就是杀人凶手。公堂之上做伪证，可是重罪啊，钟伯。我死都不怕，只要能亲眼看见，砍下他牛大明的脑袋。姓钟的，我到底与你有何仇怨呢？那日你指认牛大明，当晚我就跟独孤县令又去了一趟冥器店。
说谎的人是他。那晚晴朗，月亮又大又亮，可是我没有看见尸体所在的位置，而你所处却是仲伯，为何说谎啊？我就是想为阿弟报仇。去年石阳城闹贼，没过几日，我阿弟的尸首就被挂在了城楼下示众啊！荀伯是你阿弟，根本不是一个姓儿啊！我二人同为更夫，早已结为异姓兄弟，只因为我兄弟爱喝酒，丢了更夫的差事。你抓不到贼，就拿我阿弟顶替，你认不认？我去年闹贼的案子我记忆犹新。牛大明，你因此还向公谢要了3000钱的赏金。是，又怎样？本来就没什么贼，那些东西都是我偷的，不是已经被他拿走了吗？将赃物呈上来。可到底谁杀了我儿？老人家不急，谜底应藏在仲伯心里。独孤无作，我对不起你啊！你让我只认东浩谷，我却动了私心呐！只认我？什么意思啊？你闭嘴！若不是你欲将独孤信夺冕印占为己有，又怎么会出这连环凶案？仲伯，请据实相告吧。好，我说，我阿弟死了以后，我就只有独孤阳这一个朋友了。那时，我又路过明启殿，想去讨口水喝。牛大明急着污言秽语，还说春条和董浩谷睡在了一起，被他捉奸在床。哪有的事？刘大明，你无耻！姓牛的，我是喜欢春条，但是我没有你那么龌龊。是我编的，又怎么了？若独孤阳上了当，杀了你，那春条就是我的了。独孤阳还真上了当，可惜仵作不可杀人。仵作不可杀人。仵作不可杀人。仵作只管验人尸，不可害人命。无论因何缘由，犯此规者，当即日自裁。这是行训。为救春山，独孤阳情急之下杀了鲁二。他明知道鲁二是盗墓贼，若及时报案，可免死罪。但独孤阳心中难以违背的就是这仵作行训。他用泥俑藏尸，让春山离开石阳，应是试图掩盖，但
杀死了鲁二的独孤阳，被仵作航训逼上了绝境，在精神恍惚中又受了牛大明编造的那些污言秽语的刺激。苏某虽并未与独孤仵作谋面，但此刻我能感受到他心里的痛。此时董浩古来买印，你来的真不是时候。你把钱都转成银铁，今夜子丑相交的时候给我送来。今夜就要？没钱就算了。不，你等着，我去取。此时独孤阳处于精神恍惚之中，但是他要去做一件事，做一件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事，所以他在离开冥器殿的时候并没有熄灭烛火。而牛大明第3次来冥器殿，发现店里根本没人。哎，苏无名，那独孤阳到底做什么去了？唉，老人家，独孤阳将楼里德的尸体带回家，是什么时辰啊？亥末子初，这就都对上了。独孤阳虽已决定赴死，奈何楼青台反复纠缠，他也担心错判其父死亡的真相，于是决定将尸体背回家，叫其母曹慧赴宴。所以那夜我儿才说有娘赴宴，真好。娘，儿子当了一辈子仵作了，从没出过错，没有辜负娘亲传的记忆。娘，我最大的福分便是能做娘的儿子。儿啊，你不会是自行了断吧？就是。兄长，此时我又路过冥器殿，见灯还亮着，就想陪他去说说话。你来了，我一直都在等你。你脸色不大好啊，是不是该早点歇着了？要不今夜就回家去睡吧，这里啊阴气重。不是这里阴气重，是我阴气重。钟伯，我能求你帮个忙吗？哎，仵作，你看你咋一下子客气了？有啥事儿你说吧。钟伯，请受独孤阳一拜。哎，仵作，你他要自行了断，让我把钱放到你勇手中，等在冥器殿外，待子丑交接之时，见谁来冥器殿，就指认谁是凶手。我问，为什么？可是
为什么呀？哎，仵作，仵作之死，无足轻重。为什么呀？独孤之多，还望成全。好的郎中也救不活了，我只能照他的吩咐，将剑放到了你右手中。我知道来龙去脉，我觉得逼死独孤阳的不是董浩古，是牛大明。我与仵作同仇敌忾，便自作主张指认了他。娘，牛大明，按照规矩，仵作不临刑场，但是待你砍头之日，大唐女仵作曹慧会亲自为你验尸。我想看看你有没有长着人心。娘，别慌，别慌，给他放平，我给他施针救治。苏明，苏明。哎，可是独孤仵作，不对呀，我记得你好像已经不在人间，独孤兄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遗憾啊？独孤阳。10天了，伤口也好的差不多了，怎么还在做噩梦？都怪你逞强，醒了就去审案子，2次毒发险些要命，还抢了人家卢大将军的风头。不会吧？为什么一直躲着我？是觉得我这个江湖女子配不上你？没有，我从来都没有受过这么重的伤，半条命已经给了你苏无名，剩下的半条，你若不要就直说。不，我。你是不是知道会遇刺客，才撵我走的？你不想让我跟着，是怕连累我？不，哎呀，我掐指一算呐，他也该醒了。哎，你看，醒了。老费，细菌，我不是跟你们说。你说不想见樱桃，可是我们拦不住他呀。就是啊，做了对不起人家的事儿，道个歉不就好了吗？男子汉大丈夫，顶天立地。说一句对不起就这么难吗？你以为你不见，这次就能把樱桃再撵走啊？就好像你不跟卢凌风解释，难道他就不知道你是为他好？樱桃，请受苏明一拜。光拜就行了，该说什么说什么呀。苏明
嘴笨。你嘴笨，你要是嘴笨，那我们都是哑巴。哎，我刚才好像梦到独孤阳了。他说让我再去一次冥气殿，帮他找点东西。回来，是不是银子呀？卢凌风已经找到了，还用得着你？我们已向州府通报了案情，这5块银挺是独孤阳授意所得，现归还家人。只有这些？哦，原本是有6条，但独孤阳给了春山1块，还是5块，都在这儿了。我说的不是银挺，他难道就没给我留下什么别的东西？哪怕一句话？卢将军说了，你全当没有也罢。敢问一日夫妻，有100日恩情，独孤何人请与娘子一周共度，需10年修得，同床遥梦，则是30之缘。独孤与娘子本于华夏携手，共事炊烟，遭伉俪之深情，成他人之艳羡。然独孤生于仵作之家，向为世人所轻，又无通达性情，难令娘子欢颜。虽有雕虫小技，遭泥用以营生，当盗贼于墓穴，已不为世人所重。又有奇哉，间隙既生，缘分难平，以为深谷。独孤内欲改性情，然朝夕难至。独孤外欲救仵作，怎奈年久生情。独孤苍苍而娘子轻轻，若以此托当惊困娘子，独孤不为。今访春条，欢喜各生，复愿娘子觅得良家，对镜展眉，育女生儿，六亲皆欢，独孤无憾。唯留后平，永州石阳县，独孤阳锦鲤。好一个独孤阳，这哪里是修书，分明满纸都是不舍。看来我这个娘子也没有那么不堪嘛。我家独孤好文采，若非生于仵作之家，定可考取功名。不说这些了，功名虽是天下读书人的梦想，可仵作总得有人当啊。苏先生、费神医2位姑娘诸位来得正好，今日有大事，还请各位见证。大唐女仵作曹慧，待儿独孤阳传译。下跪这何人？独孤阳之妻，春条。你可是自愿成为仵作？自愿。一日仵作，终身仵作。春条，无悔。无悔。
顺条行拜师礼，叩首。礼成。恭喜仵作之家，后继有人。恭喜仵作之家，后继有人。不冷吗？哼，还真有点冷。不过冷点好，冷点让人清醒，让我不再一直沉溺在梦魇的虚妄之中。你竟能梦到案情，是老谋深算，还是处心积虑啊？你说的这俩可都不是好词儿啊！你要是想骂我，就骂。我刚上狱，也无处可躲呀。石阳已出告示，长安来的那个苏无名已死，你现在安全了。可是你还没有。何意？那日偷袭的刺客射出的第一枚毒镖，目标好像不是独孤侠书吧？独孤侠书？是我呀！我在石阳当县令，快看！我在暗处时，刺客早已动手，你少扯上我。可你早就说了，是2波刺客。苏明，在长安发生的事，你真的不打算和我解释吗？我就是为了自己的前程，为了升官发财，所以才进宫向新天子告了密，结果还这么丢人的事儿，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你不想解释就算了，我看你能憋到什么时候。明日我们就启程了，你可愿同行？你在石阳耽搁了10几日，不就是在等我痊愈吗？这我要是……我逗留于此，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帮助独孤侠书还石阳朗朗乾坤。你到底跟不跟我们走？我苏明不是不识好歹的人，但我跟你西行得有个名分吧？做我的私人主簿如何？月俸多少？我的1/10给你。1/10，这么少？你跟我南下之际，我可是……你给过我月俸吗？没给过吗？就1/10。明日一早启程，嫌少你别跟着。反正樱桃对喜君说了，与我一路同行，去看大唐壮美河山。哎，罗凌风，月俸的事儿咱们再谈谈。你多少你给我再涨点啊！独孤啊，今后的一切就只能靠你自己喽。你要记住，为官之要义就在于多为百姓做一些实事，唯如此便可寝能安，食有味，心里坦荡。受教了。哎，对了，那个独孤信没晶石多面印，到底是个传说还是确有其物？这个谜团就得你来解喽。好，我会记在心里，查出结果为止。诸位留步，带上我亲手做的胡饼，路上充饥。马老板客气了。卢将军，您还我清白，是我恩公，请受马怀一拜。
虽然没有鸡呀，但我也得谢谢你们。好了，送君千里终须一别，各位留步吧，就此别过。苏先生，卢将军，费神医，喜君小姐，樱桃女侠，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，无为在歧路，儿女共沾巾，独孤以王子安诗句，送诸位。真是找对了人，兄长何意啊？若是觉得这木雕雕的还可以，且要珍惜，一生不弃，最好传于后人。兄长，兄长托梦于我。何意啊？此乃兄长传家之物，还请收回保管。还真有这么个印，我看看。真是个宝物。这是何意？他既将此印托付于你，他就是你的了。不可，你必须要替他保管。这不仅仅是宝物，这是他独孤阳的命，也是独孤家族的命。费神医医治多日，我老娘的病已经好得差不多了。他跟我说，多年之前，独孤阳的爹宁愿入赘5座之家，都不肯卖掉此印。入赘的条件只有一个，若有后代，须姓独孤。如今他将此印托付于你，定是因为你也姓独孤。请珍重此印，并将它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拜托了。独孤侠书谨记，此印乃是我华夏的宝物，千年后定可以大放异彩，告回兄长。对了，你说多有意思。昨日独孤阳托梦于我，让我叫你来家里吃薄托。你若想吃，随时来。多谢大嫂。
3位兄弟，前右金吾卫中郎将卢林峰，这厢有礼，不知为何来这里下此毒手呢？跟你没关系，还请卢将军莫管闲事。这个人，我非管不可。就算他苏无名要死，也要由我亲手解决。你让还是不让？不让。不要追了！其实，遁江湖之远，比做官逍遥多了。竹林茫茫，野花满谷，勤耕与读，了此一生，多好。若说找个地方了此残生，我希望是洛阳。恩师的墓就在洛阳城北的邙山之阳。百年同谢西山日，千秋万古北邙尘。我若没了，希望能葬在恩师墓旁。苏无名，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？此次被罢官，是因为想踩着卢凌风的肩膀往上爬。说出卖也可以。你出卖卢凌风？如果我信，从江南到长安，这万千山水就白走了。我那不是为了大理寺卿的位置吗？哎，我父曾供职大理寺，因一桩悬案在大理寺自杀。从那时起，我就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当上大理寺寺卿，彻查我父亲的案子，并成为大唐帝国的刑狱之王。当年中了进士，我没急着做官，而是在狄公身旁伺候，也是为了能被直接推荐，一步一步的主宰大理寺。哎呀，把郁结在心里多年的话说出来，真痛快。苏明，我好像不认识你了。这才是真正的苏明，半生钻营，只为一鸣惊人。如今得罪了新君，再无出头之日了。而你大好年华，何苦跟着我？你竟然如此绝情！绝情，此前种种，那都是逢场作戏而已，何谈情字？不管是真是假，苏明，你既已这么说，我走便是。从此，我们各奔东西，江湖不见。我是疏忽之罪，苏无名又是何罪？竟削官为民！他也没说呀，急匆匆就走了，也不说带上我。莫非是我连累了他？哎呀，堂堂大理寺少卿，被贬为小小的县尉，一点不着急，还净替别人着想。别说，你这个人还是很值得交的，不愧是范阳卢氏。敬佩。云顶县尉不是挺好的吗？
正处于东西要道，且听说盛产美酒，是你老费所喜欢的。这么说，你是要带上我？我陆林峰爱大唐的明月山川，但更爱身边的你们。若不是担心耽误虚晃的学业，真想把他也带上，一同西行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哎，虽说是小小的县尉，但是一天管我2只鸡，应该是不在话下，对吧？哎，对吧？还有美酒，那我就得去当先行官了。西行不同于南下，一路上怕是坎坷的多。一起走吧。何时启程？今日。今日？那我得赶紧备2壶好酒，路上喝。西君，会不会太匆忙了？我什么都不用收拾，只要和你在一起，无时无刻不从容。苏明，公主已在此等你多时了。公主，您这是？我是来送你的。这我哪担得起啊！我入宫见了新天子，想要替你求情，但是。公主，您入宫了，那您一定知道了真相。苏明一时糊涂，行告密之事，真是罪该万死。你当我是3岁的孩子啊？我只想问你，这么做值得吗？我不知值不值得，亦不知我还能怎么做。你好不容易混得一个像样的官当，这是搭上自己的前程。若能避免罗林峰的无妄之灾，苏明的前程不算什么。有我在，我还真不相信谁敢对我而不利。公主说的是，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爱胡思乱想，且过于胆小。不过公主，如今新皇已登基，局势和从前大不一样。苏明斗胆，想劝公主一句。你不用说了，你回老家休息1年半载，再回来，你苏明就是大唐的宰相。公主，您就听我一句劝吧。你担心的是我还是大唐的社稷？我姓李，谁告诉你我就不能兴盛大唐？陆林峰见过大将军。大理寺少卿被贬为云顶县尉，心中可有怨恨？陆林峰不敢。天子也是未读小人之口，也好，趁此次西行之机，好好历练历练。是。苏明阴险，离他远点。大将军何意？还让我说得更明白吗？若不是他告密，你怎么会被贬为县尉？告密？此等龌龊小人，可杀！什么？
领县尉。卢凌风他人呢？公主，他已出城。你怎么让他走了呢？我也是才得到消息，派人去追，没追上。这个人竟然有雷霆手段，看来我还是低估了他。是啊，公主。虽然朝臣多追随公主，但那边毕竟坐着龙椅呢。大唐向何处去，还需公主速速把握。这什么讲究啊？只可惜是个新墓，甭管新墓老墓，这么大个墓，陪葬少不了。拿着个剑，吓唬谁呢？咱回去吧。瞧你这点出息！发财了！多少的？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独孤武作家事件，不如沿街去讨饭。找打呀你们！独孤武作有娇妻，却为他人做嫁衣。滚！坏小子们，滚！滚！滚！独孤武作，别往心里去啊，想开点。我有什么想不开的？新来的县令也姓独孤，这不，今晚请我喝酒。以后谁再敢乱讲，我叫县令抓他们。
大禹将至，早归家舍。这是上次蒙县令请我喝茶，有幸能够观瞻咱夫人的模样，县令对亡妻真是一往情深呐。我就这手艺简直，我真不敢相信，这也太像了。县令喜欢就好，我是用桃木做的驱邪。县令自上任以来，严惩盗墓贼，开本县之新风。独孤阳深感钦佩。盗墓乃是大唐律法之重罪，我身为县令，又岂能做事？你开的冥器店，一直出售防御盗墓贼的泥友，也是值得嘉奖的。我那不过是谋生之计。您知道，靠仵作所得，无法养家糊口啊。哎，虽为仵作，位卑家贫，但若是县里有命案，又如何少得了兄长呢？县令刚才叫我什么？你我都姓独孤，从今往后，你是我兄长。看来我只是找对了人。兄长何意啊？若是觉得这木雕雕得还可以，请要珍惜。一生不弃，最好传于后人。那是自然。我敬兄长。啊，不，我敬贤弟。兄长，哎，这点小雨，我不用伞。那怎么行？兄长可不能淋着，否则嫂夫人会怪罪我的。好，明天一早到寒舍，我们家春挑别的不行，但做的一手好薄托，让他做给贤弟吃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县令，怎么起得这么早啊？哎，老周，哎，独孤仵作家是不是离公廨不远啊？对，拐过去就是大黑门。啊，哎，县令，他们家的那两扇大黑门啊，跟棺材板似的，不吉利呀。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他家3代仵作。独孤阳又开了冥器店，整天跟死人打交道，阴气太重了。您新官上任，最好别去他家。什么阴气重不重了？我可不信这些。我们同姓独孤，昨日我已认他做了兄长。
约好了今天啊，一起去他家吃大嫂做的薄托，怎能食言呢？忙去吧。我是独孤侠叔。哦，新来的县令，好清秀的脸啊！难怪我家仵作说，新来的县令不但是本家，还是个不错的人。今日一见，虽在深秋，却如春风拂面。进来吧。你何时到了石阳？为何不住到光县里去啊？你干什么啊？再让人看见。你如何多了颗痣啊？故意逗我的，把什么粘在脸上了？让我看看。你这县令，也不能大白天的动手。你是我妻，我是你夫君，管他白天黑夜的，我要抱你。你干什么？青红，你不行！哎呀，独孤县令，独孤县令！哎呀，你不行！你来我家有何事啊？急事。县令，发生了命案。命案？就是死人了呀！那应该先验尸啊。仵作去了吗？死的就是仵作。独孤阳，你再说一次。独孤仵作在他的冥器殿被自己做的泥俑杀了。娘，他叫谁娘？当然是独孤阳的娘了。可她是我的青红啊！县令，你癔着了吧？她是独孤阳的媳妇儿春条啊。我们家春条别的不行，但做的一手好薄托，让他做给贤弟吃。省长，独孤县令，这案子有点怪。怪？剑在你我手中，定有蹊跷。怎么？石阳县除了我，还有第二个人会查案子了？既然县令亲自来了，那就没我什么事了。牛区长，你怎么能走呢？当协助县令探破此案呢？这有你说话的份吗？这，独孤县令，这案子从哪儿开始查？还请您指教。应该是先验尸吧。看这架势，独孤县令会验尸，太好了，让我们见识见识。
你们等一下，见过。苏先生，苏先生，真的是你？我不是在做梦吗？当然不是梦。独孤侠说啊，你既中了进士，又殿试第一，真是可喜可贺呀！是先生，在南州还我清白，才有今日。你初入仕途就直接当上了县令，这在我大唐可是前所未有的。若不是新君登基，也不会如此。这对你应该也是考验吧？是啊，当官和我想的不一样。这石阳虽小，治理却不易，手下也不怵我。啊，对了，昨日寻得一知己，认作兄长，没想到今日他竟然被自己制作的泥俑给刺死了。泥俑杀人？啊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样，我随你进去看看。太好了，请。你谁呀？他是我是独孤县令的幕僚。幕僚啊？对，他可替我验尸。哎，等一等，独孤县令，此非儿戏啊！哎，徐县丞，你这是何意啊？看他的样子风尘仆仆，应是才到石阳吧？请问何时聘为幕僚？我看你就不像好人，用何邪术片刻便迷惑了县令？哎呀，验尸需仵作，你是仵作吗？还真不是。那就没有资格。赶紧滚出去！仵作来也！大唐石阳县女仵作曹慧验尸，闲杂人等退后。记什么？验尸实录。验尸实录。我来。验。死者口眼张开。验。死者左手未见伤痕。验，死者右手未见伤痕。验，伤口在左胸前要害处，皮肉多卷凸。从伤口处推断，死者死于左眼的自食之处。县令，死者独孤阳瞬间被刺中，毫无防备，当场丧命。凶手行凶后，还狠狠地搅动了利器，好狠毒啊！请求县令尽快缉拿凶手，替我儿伸冤呐！
死者是他儿子？对对对，他是本县上一代的仵作。曹氏犯疯病已有多年，他验尸，不作数。我倒觉得这个女仵作技艺高超，经验丰富。你，具体的死亡时间应是子正初刻到3刻间。怎么看出来的？根据伤口的形态及凝固后的血液颜色，均可推断。刚刚老人家说，我兄长独孤阳是被瞬间刺中，毫无防备。当利刃袭来，人往往会下意识地用手遮挡，所以通常手上都会有伤，而这个独孤阳双手都没有。来，你看这伤口处，花纹交出，血印四畔，这说明是生前被刺；若是死后被刺，则肉痕齐整。啊，明白了，人死之后血脉不通，皮肉多卷凸，是凶手刺入之后又用力搅动所致，这也就排除了拟俑杀人的可能。他到底是什么人？还请独孤县令明告。什么人？骗子！在书本上学了3言2语，就把书呆子县令给糊弄了。不用理他。大胆！你怎么说我都可以，但是你说县令是书呆子，万万不该。你想挨板子吗？我啊，说句书呆子就要挨板子，好大的官威呀！你不服？不服。按说查案缉凶都是县尉的事儿，可石阳县尉空缺多年，但有凶案都是我探破的。可今天他来了，什么都不会，还碍手碍脚。我苏大明说他一句又怎么样？哎，你不是叫牛大明吗？怎么又改姓苏了？你懂什么？我一查起案子就跟我娘姓了，咋不行啊？过世之人，我最佩服狄公；在世者，我推苏无名为神人。破参天楼案后，我还专门去找他学了探案之术呢。他苏无名，我苏大名，共破悬案，名震大唐。你这就有点胡说了吧？你质疑我？那你既然跟苏无名学过探案，你肯定是见过他的了。当然，3个月我们朝夕相处。参天楼案发生在今年中秋，过去还不到3个月。再有就是，我从来没有教过什么苏牛大名、吹牛大名，今日算是见识了。你，哎，松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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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眼前就是苏无名，你胆敢放肆？独孤县令，这位真的是狄公弟子苏无名？那还有假？我跟苏先生是南州故交。哎，我听说您在朝中做大官呢，这是来微服私访？我怎么来的石阳跟此案有关吗？牛旗长，你刚才不是说探案缉凶都是你吗？那接下来该怎么做呀？这，先将尸体运回公廨吧。来人呐，把这杀人的女俑给拖开！小心！赶紧负责找个郎中医治。是。来，牛大明，这里是冥器殿，这泥俑是防盗墓贼的。你如此大意，之前的案子是怎么破的？
那你又不是防盗墓贼的吗？这怎么把独孤五座给捅死了？说的是啊，他平时捕到的那些东西看着就挺瘆人的，这泥人作祟也说不准呐。哎，马老板也在啊！您店里的胡饼加羊肉真是绝了。哎，你搭理他干什么？他弄的那胡饼再好吃啊，你也不能买。为啥？他是马老十的儿子。这是被砍了脑袋的那个？对呀，爹娘都是盗墓贼。独孤县令啊，有时破案老法子很管用，比如悬赏。以此案为例，可出300-500钱悬赏，兴许就会有人给我们提供线索。就听先生的，我这就出告示。哎呀，独孤五座呀，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呀？俺老爹去世就买了你造的泥俑，还真防住了盗墓贼呀！你对俺家有恩呐，独孤五座。人呐，人呐，人呐！哎呀，人！哎，难得你如此懂得感恩，贵姓啊？姓卢。节哀。让一让，让一让，走走走。胆子挺大呀，大白天的敢进城。董老板，是你呀，吓死我了！最近又挖出了什么好东西？怎么不送到珍宝阁？别提了，好东西没挖着，却折了仨兄弟。不会死于那仵作造的泥俑之手吧？就是啊，我弟找独孤阳算账，就不见了踪影。我是来寻他的。独孤阳不会是鲁二杀的吧？不会吧？徐先生，石阳有几户姓鲁的人家？鲁，好像一户都没有。你去把他抓回来。是。这石阳是古县，城中石阳山汉魏6朝时的古墓众多，以致盗墓猖獗。你一上任就推行新政，严惩盗墓贼，深得民心啊！我在百里之外就听到了独孤县令的大名，我一想就是你，故专程绕道石阳来看你。苏先生，你我今日相见，当真不在梦中？当然不是。自从费神医为我治病，我倒是不做噩梦了。可是今日，我看见了青红。谁？你看，你看，这是我请喜君小姐为我画的青红的像啊！今天我又见到她了。哎呀，天下之大，长得相似的人总是会有的。青红已死，我验的尸，你也认过尸。哎，不，哎，你说，
会不会有这种情况？当日死的不是青红，真正的青红负气远走，来到了石阳。你这倒像是给伶人写的故事喽。哎呀，苏先生，你相信我，若这女子不是青红，怎么会嫁给与我同姓的独孤阳？你是说，独孤阳的妻子长得像青红？就是啊！自打我今早见到了她，我的魂魄仿佛已经被抽离了身体。那刚刚在明气殿，我都是强撑着。幸亏您来了。独孤县令，人抓回来了。啊！你的事儿先放一放，先去审盗墓贼。堂下何人？报上名来。姓鲁，名大。鲁大是吧？快将你盗墓的刑警如实招来。就凭这点东西，你就确定我是盗墓贼啊？你手上的老茧可非普通人所有啊！你指缝中的紫泥是古墓众多的石阳山所特有的，这一点石阳县志中应有记载。那又算得了什么呀？是不算什么，可是你哭独孤五座找的借口也太假了吧？独孤无错呀！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呀？俺老爹去世就买了你造的泥俑，还真防住了盗墓贼呀！石阳并没有鲁姓的人家，外乡人也不可能到石阳来买墓葬用品。泥俑防住了盗墓贼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难道你挖开了自家的祖坟去看了？我看你假意哭独孤五座，其实是在寻什么人吧？你什么你？你再不如实招来，大刑伺候！我全招！我带着几个兄弟，一直靠下墓发财。这次来石阳也有半个月了，多次探查才找到一个大墓，结果我们哥俩被吓坏了，逃离出石阳城，好几十里，可这心里就是不服气呀。下墓这么多年，还是头一回遇到这种事儿。一打听，这泥俑是独孤阳做的。我弟就说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，结果来了就没回去。我这次进城就是来找鲁二的。妙啊！早就听闻苏无名乃当世神探，今日算是领教了。鲁大，我问你，鲁二是何时进的城啊？昨日午后。昨日午后。独孤县令，我没什么可问的了。让他画押，关进大牢。押去。是。走。苏先生，接下来啊，那个独孤阳的老母亲怎么样了？已经醒了，有郎中给开了药方，已服下，应无大碍。他们家还有什么人？妻春条。带来问话。可以问话了。你是何人啊？
我们上午才见过，你还跟我说了那么多难为情的话，现在就假装不认识了。这不用急。别说这些没用的，回答独孤县令的问话。是，我叫春条，独孤阳之妻，现在是寡妇了。还有要问的吗？春条，你本名叫青红，是从南州来的。我家仵作跟我说，新来的县令这儿好那儿好，没想到是个疯子。你当真不是青红？春条，你生于何地啊？石阳啊。是何时嫁给的独孤阳啊？7年前吧。独孤阳你们都认识，这春条所言属实吗？县令，你可以接着问了。天下之大，真有相貌如此相似之人。你说什么呀？大点声！春条，你听好了，现在本县令要讯问你，你要想好了再回答，因为你所说的一切都会被记录在案。我先问你，你丈夫死于非命，你一早知道为何不去明七殿？我为什么要去？我最不愿意见死人。可他是你丈夫啊！那又如何？我不是叫老娘去了吗？你丈夫死了，你如此平静，这不合常理。什么常理？就凭他干的那些事儿，早晚有人要他的命，这就是常理。我有什么可惊讶的？他干的事儿指的是他挡了盗墓贼的财路，那些人能放过他？石阳别的没有，盗墓贼最多。你怎么就这么断定独孤阳是被盗墓贼所杀？不是盗墓贼，难道是你吗？哦，对了，你们昨天晚上不是一起喝酒了吗？不许胡言乱语。接着问。我问你啊，独孤阳昨夜一夜未归，你可有找寻？不曾。他整夜睡在明七殿，那是常有的事。一弄他那个泥人就弄一整晚，所以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守活寡了吧？我再问你，独孤阳可有与人结怨？哟，巧了，就是我。最近几年我从没给他过好脸色。为什么？我看不上他当仵作，没钱还被人瞧不起，我连孩子都不敢生，生了也没办法考取功名，继续被人瞧不起。你既然看不起他仵作的身份，为何当初要嫁给他？因为他娘，当年我爹被人害了，是他娘验尸发现头顶刺入铁钉，这才抓到凶手。我是为了报恩，谁成想他也当了仵作。那仵作都是代代相传啊，成婚之前你不知道？他也可以不当，他非要子承母业。他对他娘那叫一个言听计从，对我却斤斤计较。不过就出去喝个茶，就在那儿嘟嘟囔囔。行，我可以不出去，可你也得有情趣不是？整日里就差抱着泥人睡了。我嫁到他们家也算是倒了霉，简直像活在坟里。哎，话也不能这么讲。仵作之家虽阴气重，可对公谢，那也是有功的。对呀，万一哪天你春条出点什么事儿，那不也需要仵作？你放屁！姓牛的，你故意恶心我！独孤县令，你管管牛大明，他欺负我！牛七长，你不要插话。哼，还是县令好。苏先生，我实在不知道要再问什么了。啊，徐县城有什么要问的吗？
独孤阳可欠赌债？他从来不赌博，你为什么这么问？啊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春条啊，你以后作何打算？你想管我？你看，我说了，我就是随便问问。让他先回去。春条，你可以先回去，有任何事情，本县令会随时传唤你。看看咱们县令问话问得多好，就是今天人太多了，要不下次咱们俩单独问问？放肆！行，那我就说点正经的。我父的尸身何时可以带回？可以让你带回，自然就会让你带回去。你先。怎么了？你们看那三人，3马。人家定是有急事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赶路了？哎呀，你先回去，县令有正事儿，没工夫陪你胡闹。我看不懂，你叫娄青台来。青鸟，哎呀，你快！又怎么了？你阿兄才1天，不算失踪，回家等着去。怎么回事？县令，她是娄礼德的女儿青鸟，她没什么大事，你就不用管了。小姑娘，你别着急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她是哑巴，我倒是能看懂一些，我替她说。她说，她阿兄也就是娄青台，昨日午后出门，到现在都没回来。她说，昨日雨停之后啊，她连独孤阳的冥器殿都去了，也没找到。她怀疑她阿兄出事了。小姑娘，你能听懂我们说什么对吧？你去了灵渡冥器殿，你为何去那儿找你阿兄啊？是这样，前几日娄礼德暴亡，他阿兄娄青台怀疑其父是被马怀下药。马怀又是谁？卖胡饼的商人，盗墓贼马老师夫妇的儿子。那2口子相继被抓，均判死刑，相继问斩，刽子手都是他爹娄礼德。娄礼德，我父母均死于你手，我早晚弄死你！也巧了，娄礼德死之前刚好吃了胡饼，娄青台就告马怀毒杀其父。独孤阳验尸，认为娄礼德死于心绞之症。娄青台不信，说独孤阳收了马怀的钱，就把尸体扔在公廨里，而且还闹个没完，根本不把公廨的威严放在眼里。所以我才说，县令您不用管。怎么这么复杂？是有点乱，但我好像听明白了。你还要找独孤武做要人？哎呀，他已经死了。那若是按照你刚刚的说辞，独孤阳很有可能是被你阿兄杀害的呀。他又说娄青台一定去办别的事啊，根本没有去找独孤阳算账。这家人呢，这都有点不太清楚。你们这么一吓唬，他还敢说出实情吗？徐县城，
此事跟独孤阳案有关，这是重要线索，你为何不早说？我没往这想。哦，那去盯一下娄家，看看娄青台今天会不会回来。是。哦，也盯一下春条吧。你看他在公廨上说的那些话，嫌疑很大呀。我亲自去盯。苏先生，刚刚是我冒失了。不过自打您来了以后，这公廨上下是各司其职，每个人都勤快了许多。多谢啊。独孤武作的家是要来的，你身为县令，应当探望和安慰其老母亲。再有就是，或许能够找到一些新的线索。苏先生的用意我明白。到了。这就到了，没想到离公廨这么近。苏先生莫怕，他先前是仵作，身上多少带点阴气。苏明见过老人家。新任县令独孤侠叔见过老人家。县令，可见我儿？他叫独孤阳，一夜未归，我正要去寻他。老人家，独孤阳已殒命。我儿死了，我去给他验尸。你已经验过了。是实录，可成县令，凶手可找到。老家拿赝品去斗宝，你是怎么想的？镜子、金碗，特别是那个银香囊，还算不错，出不到价钱，人家怕是不肯给咱们。那你拿赝品去骗？您不都说了吗？像独孤信多面印这种宝物，也许只是传说。既然没人见过，骗骗又如何？过来。老板，我也是为了您啊！像您这些年花出去金银无数，我心疼啊！你不是心疼我，你是要砸我珍宝阁的招牌！我看你再敢拿赝品骗人，砸我珍宝阁的招牌！我让你骗人，我让你骗人，让你骗人！怎么回事啊，董老板？这个姓郭的为一己私利，竟用赝品去斗宝，骗取同行的真古物啊！这也太过分了！如此可恶之徒，已被我逐出珍宝阁。诸位，如果有哪位在他手上买到了假东西，一定要记着回来找我。我董某，就算是倾家荡产，也会照价赔偿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你赶紧出去迎一下独孤家娘子，记着，等人散了之后再请她进来。啊。哎，赶紧把楼上收拾一下，把最好的茶叶拿出来。好。白发送黑发，乃是人间之苦，但事已至此，
您还是要节哀顺变。石阳女仵作曹慧，验尸20余载，皆还命案真相。我儿不是被他造的泥俑所刺。县令不去捉凶，来我家干什么？他的精神就是时而正常，时而失常。老人家，您儿媳妇春条没回来吗？我儿一死，这里是冥器殿，这泥俑是防盗墓贼的。你如此大意，之前的案子是怎么破的？陈山，这枚骰子是在独孤阳被杀现场发现的。上大刑！别上刑！别上刑！我上！我的拳头！大还是小啊？春山，这回用的赌具可是你自己带过来的，心服口服了吧？啊！那我现在是转不了运了。姓董呢？想转运，到珍宝阁坐坐呀。坐坐就算了。董阿古，你跟我姐的事儿我可没掺和。现在我手头有点紧，你能不能借我点钱？没掺和。那上次是谁来敲诈我了？怎么能叫敲诈呢？我春山一身正气，我上次是提醒你，你借不借了？借钱不如自己挣钱好吧？挣钱，要是有挣钱的道，我也打上你这种散了。帮我找件东西，只要到了手，我给你这个数3000钱。瞧你这点出息！不是，就算找块土坷了，也得费时费劲儿啊。300钱，是不是有点少了？哎，行，300钱我也干。说吧，找啥？我说的是3万钱。3万？找什么？独孤信。多面印？哦，对，董浩古说那是宝物。我想，宝物，独孤阳肯定不会放在家里，要不我姐早知道了，还能让日子过得这么苦。不在家里，就应该在冥器殿。可独孤阳每天都在冥器殿捣鼓那些泥人到半夜。我跟了好几天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个机会。独孤若有娇妻，却为他人做嫁衣。坏小子，滚！新来的县令也姓独孤，这不，今晚请我喝酒。他说县令请他喝酒。我一听就是吹牛。这个不用记，这个必须记。春山，你接着说。
吓死豹子了！我姐夫做的那些泥俑都有机关，我不敢碰。我就里屋外屋的找，找了一个时辰也没找着。我就想，索性等他回来直说，有宝贝就拿出来，我替他去找董浩古，要个好价钱，分我一些就行。所以我就坐在椅子上等他。我就把骰子丢在冥器店了。我昨天出城会了个朋友，再回来就听说独孤阳死了。哎呀，我哭得可惨了。从小到大，我姐夫是对我最好的人啊。我就说了，我不是偷窃，我就是想拿2件衣服，也留个念想嘛。姐夫，你咋就这么走了呀？以后谁管春山啊？行了，你别哭了。倒是也能自圆其说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春山啊，走你是走不了了。我给你找个地方，你好好想想，还漏掉了什么？来人，压下去。是。起来。独孤县令，独孤县令，怎么，牛旗长有线索了？哎，那春条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快说说，自领命后我就去盯春条，她丈夫才死，她不在家好好待着，却又去了珍宝阁。你别着急，慢慢说，我怕暴露，没敢跟上楼。不过半个时辰之后，春条出来时，那董浩古也跟着出来了。哎，我怎么心里还是不踏实啊？独孤阳做了那么多泥俑，挡的是盗不贼的财路，要杀也是他们杀的，查不到我们头上。当时我就在一旁，我听得清楚啊！不要脸呐！既然如此恶毒，牛旗长为何不直接抓捕他们？这还是需要您下令啊！再说了，苏先生也来了，你们得说话，我才好抓人。那奸夫淫妇凶残至此，我估计就是下狱也不会承认，所以必须得用大刑。县令，我这就去抓人办。说。是。哎呀，苏先生，独孤阳刚死，春条就去了珍宝阁，这不得不叫人生疑啊。还有那个董浩古，出3万钱，让春山替他寻独孤信夺门印，也有作案动机。春条那句怎么会查到我们头上？这就已经暴露了。我分析的对吗？小周，跟我走。是。县令，苏先生这是……这……兵分2路，你们4个去找董浩古，我去抓春条。牛旗长，要不分一个给您？不必，她一个女子，我手到擒来。倒是董浩古穷凶极恶，你们记着，但凡有一丝顽抗，千万别让他伤到你们，直接格杀。是，走。
恭谢牛骑长来我们家了，却是持刀入室，还问我在干什么。告诉你，独孤阳就是被春条和董浩谷所害，我是来拿凶手的。牛大明，你想干什么？抓杀人要犯，反抗者死。所以你是反抗呢，还是不反抗？你想杀我？我是在执行上官的命令来抓你，可你不老实。娘，救我！娘，你敢砍我儿？你干什么？牛骑长，你又干什么？姓周的，躲开，没你的事儿。就你，石阳县有人能挡得了我吗？你疯了吗？你冒充苏无名，现在又勾结杀人要犯，你让开，不然休怪我刀下无眼。你敢？苏先生，苏先生，就你也想英雄救美，真是不自量力。跟谁讲话呢？你不知道吗？你是什么身份？在我面前如此讲话，你才是不自量力。哎，我那天跟你说的话，你没听明白啊？我不想再跟你这个江湖女子有任何纠缠，这怎么还尾随我到石阳来了？苏无名，手持利刃，非匪即盗，还不速速离开石阳，等着我告知县令抓你进大狱啊！苏先生，这牛大明您到底是如何发现的？自立命后，我去盯春条，她丈夫才死，她不在家好好待着，却又去了珍宝阁。她无意中说了个“又”字，只有两种可能：一是她之前就知道春条去过珍宝阁；二是她之前就已经跟踪过春条。对呀。万一哪天你春条出点什么事儿，那不也需要仵作？你放屁！姓牛的，你故意恶心我！独孤县令，你管管牛大明，他欺负我！我想起来了，他们之前就认识，或者说彼此之间很熟悉。不过，真正让他露出破绽的，是他自己编造的那番话。我怎么心里还是不踏实啊？独孤阳做了那么多泥人，
挡的是盗墓贼的财路，要杀也是他们杀，查不到我们头上。牛大明，你说你在珍宝阁楼下等了半个时辰，若二人真是共犯，半个时辰都不串供，却非要等着到你面前来说那番话，你觉得这合情理吗？再有就是县令那句话问得好，竟是如此恶毒啊！刘机长，为何不直接抓捕他们？若春条和董浩谷真的说了那番话，杀人犯身份就已经完全暴露，你为何不直接抓捕，反要回来禀告呢？那奸夫淫妇凶残至此，我估计就是下狱也不会承认，所以必须得用大刑。你是在提前圆自己的谎言，试图刑讯逼供，让春条和董浩谷顶罪。莫非杀独孤阳的凶手真的是你牛大明？对春条起了色心，到不了手，我想趁机报复，这个我认。但若说我杀了独孤阳，你有何证据啊？禀县令，更夫钟伯接了悬赏告示。更夫，叫他进来。是。钟伯，你有命案线索？有，不是悬赏吗？不知能给300钱还是500钱？这要看你提供的线索是否重要。哎，我说了，你们听好。昨夜子时末，我看到了他。他杀了独孤阳，逃走了，我看得一清二楚。你胡说！我没杀人，没杀人的。杀没杀人，不是你说了算的。对，你敢说你昨天没去冥器殿？我是去了，但不是子时。昨夜我当值亥时2刻离开宫廨，到冥器殿最多亥时3刻，我说几句话就走了。我是想告诉独孤阳，春条和董浩谷走得近，我想让他找找董浩谷的麻烦。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我要是你，就去杀了那董浩谷。仵作不可杀人。那你就眼看着娘子每日去找别人，你还有点血性没有啊？我这正忙着，你要是没有其他事情，可以先走了。你可以休了春条啊！这是我的家事，与你无关。我其实就是想让他休了春条，我趁机讨好，让春条改嫁于我。可他跟个没事人似的，我见一时得逞不了，我就走了。你胡说！你就是杀人凶手，你赖不掉。姓钟的，我与你无怨无仇，你为何要诬陷于我？我夜间大更常去冥器殿讨水喝，独孤仵作，好人呐，大好人呐！
你惦记着独孤家娘子的美貌，就起了歹心。你好恶毒啊！血口喷人，我跟你拼了！牛大明啊，牛大明，你算是被美色给害了。县令，董浩谷已抓回。让他等着。让他等着。是。回禀县令，并无大碍，只是需要静养，不能再受惊吓。麻烦了。哎，县令为何不传我过堂？你并无嫌疑，何须过堂？坐吧。是要问董浩谷还是牛大明？我竟不知如何说起了。那就从今日说起吧。老娘验尸回来，得知独孤阳确实死了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董浩谷。喝茶。独孤阳的死和你没关系吧？什么意思？你怀疑我？我当然怀疑你。从第一次见面，你就和我打听独孤阳藏的印，后来有几次三番的让我查探他的印藏在哪儿。没错，我是好古物如命，但我也不会因此杀人。你说的是真话？珍宝阁里的古物件件珍品，我董浩古的话句句为实。我知道现在问你这个话不合时宜，但我就是想知道，如果现在一边是这印，一边是我，你只能选一个，你选哪个？你这话问的，你手里拿着这印，我怀里抱着你不就行了吗？春条，春条，我是想得到那多面印，但我也确实觉得你好啊。我好古物，但并不贪婪。我只是觉得那些凡夫俗子不配拥有那绝世珍品，就像独孤阳不配拥有独一无二的你。他已经死了，你不配提他。我问你，我要是把那印送你会怎样？那印真在你手里？你回答我！我娶你！那印就真的那么重要？从一开始，你讨好我，请我喝茶，陪我喝酒，就是为了那印吧？独孤阳，我对不起你。春条，春条，这是你第几次跟踪我了？那哪数得清啊？不过这次跟以前不一样，我是奉命跟踪你，我不跟不知道，你又去见那个董浩谷了。你想说什么？独孤阳死了，就算改嫁，你也不能选他呀。他是一个商人，有再多钱，能真心对你好吗？那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能对我好？我对你不好，春条，你摸着胸口说呀。牛大明，
你趁我喝醉带我回家，试图强暴我，我还没告发你呢。对，我牛大明武艺高强，你以为我真收拾不了你啊？我是不想强迫于你，我想让你心甘情愿地跟我好，我愿意等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独孤阳死了，你可以嫁给我了吧？你无耻！是，他刚死，我说这些是有些不合时宜。1个月后，我派人来提亲。我春条就是死了，也不会让你这种龌龊小人得逞。滚开！春条虽然肆意，但我是清白的。我出去找人喝茶喝酒，不过是因为独孤阳对我冷漠。我是想改变这种生活。怎的我还没哭，县令却哭起来了？独孤县令想到的是与你有相同经历的另一个女子。县令好个柔软的心肠。春条，告诉我，独孤信多面印是不是在你手上？不在，那多面印我根本就没见过。哦。趁热吃。我去喝茶。娘子，能不能不要再去喝茶了？不喝茶，难道陪着你守在这儿，守着这半屋子泥人？我这也是为了养家。笑话！你做了那么久的泥人，也没见你拿几个钱回家呀。7年了，我春条在你心里就是个喜欢钱的女子啊。我也不是喜欢喝茶，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话，更希望那个人是你。可是独孤阳，自从你开了这名气店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自己都快变成个泥人了。其实我们不用这么辛苦。你还记得我们刚成亲的时候，你跟我说过，你说你那儿有个什么宝印，可不可以拿来我看看？你想干什么？不是，是董浩谷跟我说他知道你有内应。不可能，宝印不能卖。娘子，那宝印是我祖上传下来的，有他在，证明我们独孤家还有后人。他董浩谷算是个什么东西？他整个珍宝阁加起来都不值我那印。他讨好你，为的就是骗我卖印。你去跟他说，让他别做梦了，除非我死了。有本事，你让他来杀了我。你不卖就不卖，你说这些狠话干什么？还后人，你就是个仵作。以后的后人一辈子也不能考取功名，一辈子只能当仵作。我才不要给你生孩子。我说的是气话。我想让他把那印卖了，这样我们就有钱，他就可以带我离开师养，到一个没有人知道他当过仵作的地方，好好过日子。我就可以为他生儿女。
都记下了吗？董浩古，本县令现在问你话，你要想好了再回答，因为你所说的每一句都会被记录在案。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？独孤阳死了，我勾引过春条，还一直惦记着独孤信梅晶石多面印。昨天夜里，我去过2次冥器殿，但我没有杀人。2次？都在什么时辰？你去冥器殿做什么？昨天我喝了点酒，到亥初时分还是睡不着，心里憋屈啊！我来石阳4年了，就是得知独孤信多面印在此。开始我以为是在哪个古墓里，一直向盗墓贼求购，未果，几经周折才知道，原来就在这个穷仵作独孤阳的手里。你到底是何时去的冥器殿？亥时3刻离的家。你不问我为何而来？除了那印，还能为什么？聪明人，其实除了春条，就连你那个不着调的内弟春山我都托了。但我回头一想，你我为何不面对面谈？所以我冒雨前来，没想到你还真在店里。开门见山，我出15万钱，你把独孤信多面印卖给我。不卖。那放在你手上不也是糟蹋吗？独孤阳，那印真是你们家祖传的？说你是独孤信的后代，谁信呢？